们常讲兵凶战危，战争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战争能够控制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什么？关注荷姆斯海峡，因为现在伊朗已经放狠话了，他说来一艘打一艘，他绝对不允许一滴油离开这个地方。现在大家都问说伊朗办得到吗？而现在因为荷姆斯海峡已经让全世界震动了吗？没错，我们看到波斯湾的这个图形来说，你就知道说这最窄的区域就是所谓荷姆兹海峡。那荷姆兹海峡的话，伊朗呢号称说我可以完全把它封锁掉。那过去来说，它也有封锁过，但是一下就解开。但这一次来说，因为伊朗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他现在已经宣布说，反正我给你破罐破摔。我说呢，荷姆兹海峡我给你封锁，不允许任何一滴石油流出去的这个状况。一滴石油都不可以。对，那目前为止，根据美国情报的单位的说法是说，伊朗在这边大概已经有6000枚左右的水雷，有各式各样的水雷呢，必要时候可以布在这个地方。当然，美军的说法是，目前为止这个荷姆兹海峡并没有被封锁，美国是说并没有被封锁的迹象，但是未来有可能会这样。但是无论投资市场是这样子的，我不管你有没有，反正投资人都是先杀再说，没人敢去。对，所以目前为止来说，没有人敢到那个地方，那油价当然就往上飙升。那包括说 LNG 的这个价格也开始往上飙，尤其是伊朗这几天也攻击了阿拉伯啦、沙特阿拉伯或是卡达这个地方的 LNG 的这个生产，或是石油的生产。的确，沙特阿拉伯这个伊朗目前的想法就是，我用高油价逼退你这个所谓的川普对我的禁逼。当然能不能做到不知道，那川普也知道有这个事情会发生，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要观察的重点就是油价什么时候可以回落。而且我们看荷姆斯海峡就这么窄，伊朗如果说我今天我有无人舰，对，我今天有所谓的海狼的这个所谓的狼群这策略，对，我有飞弹，难道我不可以把这里面完全控制住吗？对啊，伊朗当然是希望这样控制啊，他透过无人机，透过这个水雷，然后透过他的所谓小的游艇这样来这边骚扰你，这样的话，他只有时间，他只要这样不断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除非你美军能够常常在这边，那如果你没有在这边的时候，我就出来骚扰你。所以我在说，你只要这样的存在的时候呢，很多船只就不敢经过这边，那不敢经过这边的时候，短时间没有任何解放，所以我才说短时间之内油价一定会上升，只是说中长期的话，你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办法让全世界的信心能够恢复，我给他看一个指标，你只要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很多保险公司啊，愿意投保，比如说今天保洁你的船要到中东去，我给你投保下去就安了。对，如果那一天这样出现的时候，大家通过这个这个所谓荷姆斯海峡，就是安心的一个状况。所以是我们从后面那张图也可以看出来说，荷姆斯海峡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水道，是现在没有船了。对啊，目前为止来说，船都不敢经过那个地方，就也就是说，经过那个地方，本来每天有这么多船，对，没错，现在一艘船都没了。现在很多大型的游轮不敢经过那个地方，所以才说现在等于是伊朗这样下去喊话之后呢，大家当然都是反正我先避开，对，这个过几天之后再说。如果过几天真的没事，有人敢通过，保险公司敢理赔的时候，我再过去就好了。好，伟杰，今天我们看到台湾股市大跌，就是完全是因为这个水域里面现在被封锁了，而且你说只要这个水域被封锁了2-3个礼拜之后，全世界的石油、天然气都会出现短缺的状态。没有错，我想其实这个海峡之所以重要，可以当作是全球能源运输的第一咽喉要道。那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亚洲的经济体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那当它这个地方被完全封锁之后，其实现在目前华尔街的预估大概是已经每桶的原油未来看到3位数的几率已经非常非常高。那如果一旦延续的时间越来越久，甚至也有机构已经预测到非常极端的200块一桶的也有可能。但各位去试想一下，当这个原油的价格已经高到了3位数的这样子每一桶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其实对于全球的通货膨胀来说，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在今天开始传出这个消息之后，慢慢在金融市场上面扩散、重新定价之后，为什么整个亚洲，尤其是在东北亚，包括台湾，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影响性非常大，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靠这边来的油，尤其是日本跟韩国几乎没有什么任何的选择，只要这边锁了3个礼拜没有解开，直接经济就是完蛋。那台湾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那包括像是刚刚世宏哥有提到，在天然气的部分，天然气除了供给亚洲之外，其实对于欧洲的供给也是非常的重要。只要这边的运量、运输出现了问题，卡达这边出现问题，欧洲的天然气同样也是碰到麻烦。那现在目前呢，欧洲的经济也是开始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跟麻烦，现在正等待后续在疫情之后的一个慢慢复苏的情况，也等待能源的进驻，要让它的整个制造业要开始复苏。可是现在碰到这件事情，好，现在欧洲完蛋。那美国的部分，他们自己有自己能够生产石油的能力，倒不会去担心说石油供应的问题，但是它会受到价格上涨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目前美联储在降息循环当中，那现在
一旦碰到这个荷姆斯海峡被封锁，全面封锁之后，超过3个礼拜都解不开，那基本上对于原油价格来到3位数1桶的这样子的一个价，你说3个礼拜是一个关键。对，这3个礼拜，这是这个华尔街预估只要锁3个礼拜，基本上全世界都受到影响。那油价绝对是3位数1桶，绝对是常态。那这个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就会非常的困扰。而现在目前美联储在看的就是说，那我现在在降息循环，一旦这个原油的价格开始出现攀升，那我接下来3月份、4月份，甚至上半年，我基本上不需要降息。甚至现在目前最悲观的预期是，在今年的下半年的第4季才有可能开始开启下一次的降息，而这个降息的幅度也会被压缩在1码左右的空间，这个跟过去原来的预期是完全不同。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预期之下，对于全球的股市来它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估值的修正的状况。尤其现在目前看起来，在对于未来通货膨胀上涨的这个预期当中，我们看到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重新的回到过去是战争来了之后，大家会去买美债避险，然后价格会不会开始反弹，然后殖利率开始下滑。可是呢，在隔了1天之后，怎么奇怪打过去之后，怎么殖利率开始反弹，债券价格涨不动，是不是没有避险的效果？不是没有避险的效果，而是市场上已经开始反映未来油价是100块每1桶的时候的那种通货膨胀的情境。而这样子的一个殖利率重新回到4%以上，它当然会影响到全球股市的一个压力的一个状况。现在目前结果就是说，本来我们的传统的产业，在今年已经到了谷底，没错。所以我们看到台塑这几年，台塑集团其实慢慢回来。那不就打回原形了吗？对，没错。所以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本来是想说，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油价上涨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这些石化产业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受惠的空间跟机会？因为全球的包括石化产品的价格也开始往上飙涨，是不是有一些利差空间？但是现在目前定价的是未来可能是在100块每桶，那变成是竞价。成本也增加，然后现在目前的这个新台币的汇率状况也相对比较不利一些，所以它双层的成本叠加上来之后，反而在石化产业最近这2天并没有看到有利的一个发展跟影响。那所以其实对于现在目前的整个亚洲的工业体，尤其是我们亚洲区，大部分都是以制造业为主，只要缺少了石油当成是一个最重要的能源或者是原物料产出的一个这个状况的话，基本上对于我们的 GDP 来说，也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所以现在目前台北股市正在反映的就是未来的情况，而不是说大家觉得短期打完就结束。现在是未来的一个情况正在台北股市发酵。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说，中国在这个过程里面寂静无声，连军机绕台都没有了。你过去曾经讲过说，当时在哈萨克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有我们看到在利比亚的事情的时候，中国一直号称它是个大国，可是它没有远程投射的能力，所以每次碰到这种区域危机的时候，它完全没有任何角色。对这个除了中国以外，以前安倍当首相也曾经有这个感受很深嘛。我拿了很多钱帮助很多国家，结果人家不尊敬我，出事就没有我的份，我很衰嘛。所以这个还是要有拳头啦，拳头可以讲话。可是在这个事情里面，这个荷姆斯海峡这个危机哈。目前我刚刚想要请教我们专家，就是说，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影响比我们更严重，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身是一个靠出口、靠一个 over capacity 来做在外销全球的一个国家，它那个量体太大了，它如果出现能源危机的话，它损失惨重，它比刚刚什么日韩台湾它更严重，我认为。所以我个人感觉，他跟伊朗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你看他最近在谴责伊朗的时候，在谴责美国的时候都有保留，都没有很强制性的谴责。所以我认为大家都看得出来嘛，因为你不可能派地面部队嘛，你有绝对的空优嘛，可是不能占领嘛，怎么办呢？就用地面上的要跟实际上的这些军头合作嘛，要瞧。那谁跟这些人可以瞧呢？中国，就是中国最能瞧嘛。所以这个荷姆斯海峡的危机，就是这个伊朗的部队，因为他的所有的海军已经被轰炸差不多了。对。但是现在还故意放个水雷，我今天第一次听到水雷，还有那么多水雷吗？我都不相信呢，胡说八道。所以我认为故意做球，让中国进来帮他瞧这个事情，一定要瞧啊，不瞧不行啊。所以那中国是最好的一个 peacemaker， 是一个谈判的协商者。那这个事情，川普很快就可以脱离了。川普要的退出的机制的钥匙，其实是在习近平手上。所以你说现在为什么到现在川习会还要再进行？大家现在找这个机会，因为到现在还没有把它气氛良好，气氛良好。
对他没有高强度谴责嘛，就是联合国要开会啊，你看就是，然后他有讲过任何一个有关对这个事情的有关的非常，而且他的发言的最高层级是到王毅耶，对，这高层都没讲话，所以都留了后部啦。因为这个事件啊，伊朗本来是属于中国跟俄国的共同利益嘛，那以后变成中国跟美国共同利益的话，对中国也没差，哇，这些讨给你啊，对不对？所以只是这个势力的移转，然后这个是我认为中国有一个机会之窗可能会出现。我们现在谈太早，但再看2天，撑不到1个礼拜。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